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当陈默开着那辆破旧的二手捷达驶入5星级酒店的停车场时，他知道自己即将走进的不是一场追忆青春的同学会，而是一个践踏尊严的修罗场。他曾是天之骄子，如今却破产落魄，席间无人问津，受尽冷眼。曾经的班长更是当众甩给他2000块钱，用一种施舍的姿态将他的尊严踩在脚下。陈默收下了钱，沉默地吃完了这顿饭。饭后，班长满脸堆笑地求他办一件小事，陈默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将他带到了酒店顶层停机坪，那架正在轰鸣的他的私人飞机前。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沉默的人生像一架失速的飞机，从云端直直地坠入了谷底。1年前，他还是这座城市里小有名气的创投新贵，30出头就拥有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身家数千万，出入皆是名流，风光无限。他曾是所有同学眼中那个遥不可及的最成功的范本。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由合伙人精心策划的背叛，让他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公司破产，资产被冻结，甚至背上了数百万的债务。他卖掉了豪宅，卖掉了跑车，从市中心的云顶大平层搬进了一个月租2000的城乡结合部的老破小。妻子也在他最落魄的时候留下了一纸离婚协议和一句“我不想跟着你过苦日子”，潇洒地转身离去。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这1年，陈默尝尽了人情冷暖。他不再是那个前呼后拥的陈总，而是一个为了还债不得不去开网约车的落魄的中年男人。那辆陪伴了他大学时光的破旧的二手捷达成了他现在唯一的资产。就在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将在这种灰暗和落魄中慢慢沉寂下去的时候，一个来自10年之约的电话打乱了他所有的平静。是他的大学班长李浩。陈默啊，好久不见啊。李浩的声音依旧是那么的洪亮和充满了官腔。这个周六咱们毕业10年同学会在凯悦酒店，你可一定要来啊，大家可都想见见你这位大老板呢。大老板3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了陈默的心上。他知道李浩不可能不知道他破产的事，这座城市就这么大，他当初的落魄闹得几乎人尽皆知，那他为什么还要特意打这个电话？陈默的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不是邀请，这是审判，是一场由那些曾经仰望他、嫉妒他，如今却幸灾乐祸等着看他笑话的老同学们为他精心准备的公开处刑。我最近有点忙，可能。陈默想找个借口推脱。哎，别啊！李浩立刻打断了他，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热情。10年了，就这么一次，你不来就是不给我们这些老同学面子。再说了，你现在就算再落魄，一顿饭的钱总还是有的吧？哈哈哈！那笑声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的嘲讽。陈默沉默了，他握着手机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知道他躲不掉了，有些羞辱，你越是逃避，对方就越是兴奋。好，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平静地说了一个字：我来。周六晚上，陈默开着他那辆破旧的捷达来到了金碧辉煌的凯悦酒店门口。当穿着制服的门童用一种夹杂着鄙夷和困惑的眼神看着这辆与周围的豪车格格不入的老古董时，陈默的心没有一丝波澜。这1年，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目光。他停好车，
走进那个被命名为金色大厅的富丽堂皇的包间。推开门的瞬间，喧闹的、充满了酒精和香水味的空气扑面而来。包间里已经坐了20-30个人，男的大多挺着啤酒肚，油光满面，手腕上戴着明晃晃的金表，高谈阔论着股票和项目；女的则妆容精致，香气袭人，手里拎着的名牌包包在水晶灯下闪烁着刺眼的光芒。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属于成功人士的自信的，甚至有些油腻的笑容。当他们看到门口的沉默时，整个包间有那么一瞬间陷入了诡异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聚焦在了他的身上。那目光里有惊讶，有鄙夷，有幸灾乐祸，有毫不掩饰的嘲讽。陈默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 T 恤，一条普通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国产的运动鞋。他和这个金碧辉煌的、充满了成功学味道的包间格格不入。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大老板陈默吗？寂静被班长李浩那夸张的、阴阳怪气的声音打破了。李浩挺着一个硕大的啤酒肚，满面红光地走了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搂住了陈默的肩膀。稀客啊，真是稀客，我还以为你这种大人物不屑于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起吃饭呢。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地拍着陈默的后背，那力道与其说是热情，不如说是示威。是啊，陈总，好久不见，风采依旧啊。一个曾经追过陈默，如今嫁了富商的女同学阴阳怪气地附和道：风采依旧，你看她穿的这身，加起来有200块吗？另一个声音毫不客气地响起，众人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那笑声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狠狠地插向陈默。陈默没有说话，他只是平静地挣脱了李浩的手，找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默默地坐了下来。他像一个闯入了别人盛大宴会的不速之客，或者说像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等待着被公开处刑的犯人。宴会开始了，陈默成了那个被彻底遗忘的人。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人给他敬酒，甚至连他面前的转盘都像是被刻意避开了一样，很少有菜会转到他的面前。他就像一个透明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着这群曾经熟悉，如今却无比陌生的老同学，上演着一出充满了虚伪和势力的人间喜剧。他们高谈阔论，互相吹捧。王总，听说你最近又拿下了城南那块地，厉害啊！哪里？李局长，您才是前途无量啊！哎呀，孙太太，你这个包是爱马仕最新款吧？真好看。陈默默默地听着，吃着面前那盘仅有的凉了的拍黄瓜，他觉得自己像在看一场拙劣的、令人作呕的马戏。就在这时，酒过三巡的班长李浩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了他的面前。整个包间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知道好戏要开场了。李浩居高临下地看着陈默，脸上带着一种酒后的、毫不掩饰的、残忍的笑意。陈默啊，他打了个酒嗝，声音拖得长长的，听说你最近过得不怎么样啊？陈默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开上网约车了？李浩继续用那种羞辱性的语气问。哎呀，这可不行啊！你可是我们当年的天之骄子啊，怎么能干那种下等人的活呢？他身后的几个同学发出了配合的、压抑着的窃笑声。我知道你现在手头紧，李浩说着，从他那鼓鼓囊囊的鳄鱼皮的钱包里掏出了一沓厚厚的、
崭新的人民币。他没有数，直接将那沓钱啪的一声摔在了陈默面前的桌子上。这里是2000块。李浩的声音陡然提高了8度，确保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拿着，算是我这个当班长的接济你的，别嫌少啊。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你呢也别不好意思，谁让咱们是同学呢？同学有难，我这个当班长的能不帮吗？他的话说得义正言辞，感人肺腑，但那语气、那姿态、那眼神，却像是在施舍路边的一条流浪狗。整个包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陈默的脸上，等着看他会是什么反应，是会愤怒的掀桌子，还是会屈辱的拒绝，又或者是会感激涕零的收下这笔救命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陈默缓缓地站了起来，他没有看李浩，也没有看桌上那沓钱，他只是平静地拿起了自己的外套，然后他伸出手，将那沓钱不紧不慢地收进了自己的口袋。谢谢。他看着李浩，淡淡地说了2个字，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鄙夷的、困惑的目光中，他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让他窒息的包间。沉默的屈辱退场，让这场同学会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他走后，包间里爆发出了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热烈的、肆无忌惮的嘲笑声。看见没？他收了，他居然真的收了，真是没骨气，为了2000块钱脸都不要了。当年多牛逼啊，现在还不是跟条狗一样？班长李浩更是得意的满脸放光，他感觉自己终于将这个曾经让他仰望、让他嫉妒的男人狠狠地踩在了脚下。这种感觉比他谈成任何一笔生意都要爽。宴会在一种病态的狂欢中继续进行着，然而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眼中，那个已经彻底沦为丧家之犬的陈默，此刻正坐在他那辆破旧的捷达车里，拨通了一个电话。喂，王叔。陈默的声音恢复了他曾经身为陈总时的冷静和沉稳。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但却中气十足的声音。放心吧，少爷，一切都按您的计划在进行。那个李浩最近在竞争城东那个新能源项目，对吧？对，他为了拿下这个项目，几乎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还从外面借了不少高利贷。很好。沉默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把我们早就准备好的那份大礼送给他吧。我明白，少爷。挂了电话，陈默看了一眼酒店顶楼那片璀璨的灯火，发动了他那辆破旧的捷达，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夜色里。他不是猎物，从一开始他就是那个布下天罗地网的猎人，而这场所谓的同学会不过是他为了让猎物自己走进陷阱的一点点诱饵罢了。第二天是周一，班长李浩宿醉未醒，就被一个接一个的电话给彻底轰炸懵了。喂，李总吗？我是银行的，您那笔300万的贷款今天必须还上，不然我们就要走法律程序了。李浩，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提供给我们的那些项目资料全都是伪造的，你这是商业诈骗。姓李的，你欠我们公司的500万，什么时候还？再不还钱，我们就去卸你一条腿。李浩感觉自己的天塌了，他引以为傲的即将成功的那个新能源项目，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能将他彻底吞噬的黑洞。他所有的投资都打了水漂，他所有的合作伙伴都成了要他命的债主。他破产了，比当年的沉默破产的更彻底、更惨烈。他想不通，
到底是谁在背后给了他这致命一击？就在他被四面八方的催债电话逼得快要跳楼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喂，李浩有气无力地接起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他毕生难忘的平静的令人心寒的声音：李班长，别来无恙啊。是陈默。陈默。李浩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瞬间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是你干的，对不对？我干了什么？陈默的声音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我只是把我当初亏掉的钱从那些该还回来的人手里拿回来了一点而已，顺便也帮你认清了一下你那些所谓的合作伙伴的真面目。你不是破产了吗？你哪来的钱？李浩歇斯底里地吼道。哦，忘了告诉你。陈默的语气依旧是那么的云淡风轻。我1年前确实是破产了，不过那只是在国内的业务。我在硅谷还有一家小小的不成气候的天使投资公司。前段时间我们投的一个人工智能项目不小心被谷歌收购了而已。李浩彻底傻了，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自作聪明的小丑，在一个他根本无法企及的舞台上进行了一场滑稽而可笑的表演。他以为自己是猎人，却没想到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对方砧板上的鱼肉。陈默，不，陈总，陈董。李浩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对着电话几乎是带着哭腔哀求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有眼不识泰山，我不该羞辱你，求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我们毕竟是同学啊。同学。陈默冷笑一声，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你们有一个人把我当成过同学吗？李浩语塞。不过你放心。陈默话锋一转，我不会让你去坐牢的，毕竟同学一场。真的吗？李浩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然。陈默说。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说。别说1个，100个我都答应。很简单。陈默的声音透过电话清晰地传到了李浩的耳朵里。周6晚上，还是凯悦酒店，还是那个金色大厅，你把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叫上，我要请大家再吃一顿饭。挂了电话，李浩瘫坐在地上，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他知道这顿饭不是什么庆功宴，而是陈默为他们所有人准备的一场迟到了10年的最后的审判。而他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班长，如今只是一个负责摇旗呐喊的可怜的小丑。第2个周6，凯悦酒店金色大厅，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一群人，但气氛却和上周截然不同。如果说上周的同学会是一场充满了炫耀和嘲讽的病态的狂欢，那么今晚的这顿饭则像是一场等待着最终宣判的压抑的葬礼。所有人都到齐了，一个都不少。是班长李浩哭着求着一个个打电话把他们请来的。他们都知道了李浩破产的事，也隐约猜到这件事和那个他们上周肆意羞辱的穷鬼陈默脱不了干系。他们坐立不安，包间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敢大声说话，连筷子碰到碗碟的声音都显得格外刺耳。晚上7点整，包间的门被推开了，陈默走了进来。他依旧是穿着那身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但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用鄙夷的目光看他，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敬畏、恐惧和一丝谄媚的讨好。哎呀，陈总，您来啦，快请上座。李浩第一个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满脸堆笑的拉开了主位上的那把椅子，甚至还体贴的用自己的袖口
擦了擦那本就一尘不染的椅背，那姿态比酒店的门童还要卑微。陈默没有理他，只是径直走到上周自己坐的那个角落，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我坐这儿习惯了，他淡淡地说。在座的同学脸色都变得有些尴尬和难看。陈总，您看，菜我们都还没敢点，等您来拿主意呢。一个上周还嘲笑陈默的女同学，此刻换上了一副讨好的嘴脸。随便。陈默依旧是那2个字，但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像上周一样去点那些最贵的菜。他们小心翼翼地点了几个家常菜，连酒都不敢要。一顿饭吃得食不知味，味同嚼蜡，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看陈默，也不敢互相交流，生怕自己哪句话说错了，就成了下一个李浩。饭过3巡，陈默终于放下了筷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信封，轻轻地放在了桌子的转盘上。李班长，他看着李浩，陈总，您吩咐。李浩立刻站了起来，弓着身子，像个听候调遣的太监。上周你接济了我2000块钱，陈默说，这份恩情我得还。他把那个信封推到了李浩的面前，这里面是20万。我这个人不喜欢欠人情，别人敬我1尺，我向来还人1丈。李浩看着那个信封，像看着一块烧红的烙铁，浑身都在发抖，冷汗顺着他那油腻的额角流了下来。他不敢接。陈总，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他扑通一声，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给陈默跪了下来。我求求您了，我那2000块钱是脏钱，是王八蛋的钱，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班长，此刻像条狗一样跪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在座的所有同学都吓得脸色惨白，大气都不敢出。他们知道，这不仅仅是在羞辱李浩，这是在杀鸡儆猴，是在打他们每一个人的脸。陈默没有去看跪在地上的李浩，他的目光缓缓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看到了那个曾经说他衣服便宜的女同学，此刻正把他那个爱马仕的包死死地藏在桌子底下。他看到了那个曾经说他没骨气的男同学，此刻正把头埋在碗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看到了所有那些曾经用鄙夷、嘲讽、幸灾乐祸的目光将他凌迟过的老同学，他们的脸上此刻都写满了同一种表情，恐惧和屈辱。都起来吧。陈默站起身，声音不大，但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今天这顿饭我请，吃完这顿饭，从此以后我们就只是认识的人，缘分已尽，各自安好。说完，他不再看任何人一眼，转身向着包间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依旧跪在地上的、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的李浩。对了，他说，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城东那个新能源项目现在是我的了，我准备聘请一个新的项目负责人，我觉得我们班就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他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了坐在最角落里那个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也从未参与过任何嘲讽的一个戴着眼镜的、看起来有些木讷的男人身上。那是他们班曾经的学霸高远，也是唯一一个在陈默破产后还偷偷给他发微信问他需不需要帮忙的老同学。高远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李浩则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彻底瘫软在了地上，像一滩浮不上墙的烂泥。他知道
陈默不禁要拿走他的一切，还要用一种最残忍、最诛心的方式告诉他：你连给我当狗的资格都没有。陈默走后，整个包间依旧是一片死寂，没有人敢动筷子，也没有人敢离开。他们像一群等待着发落的囚犯，煎熬着，悔恨着，而陈默则坐上了那辆停在酒店门口的破旧的捷达车。他的助理，一个年轻干练的小伙子，早已等在了驾驶座上。老板，都办妥了。助理说，李浩的所有资产都已经被我们抵押了过来，不出3天，他就会收到法院的破产清算通知。陈默点了点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老板，助理有些不解地问，其实您根本没必要搞这么一出，对付李浩这种人，我们有的是商业上的手段，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你不懂。陈默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璀璨的夜景，淡淡地说，有些债是钱债，用商业的手段还了就行，但有些债是尊严债，这种债就必须用尊严的方式，一笔一笔的，连本带利的讨回来。我要让他们知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更要让他们明白，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要珍贵10000倍。助理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他看着自己这个年轻的过分的老板，看着他那张平静的不起一丝波澜的脸，他知道这个男人在经历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背叛和低谷之后，已经淬炼出了一颗比钻石还要坚硬的心。几天后，李浩正式宣布破产，名下所有资产被查封，还背上了数千万的债务。他从一个不可一世的李总，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老赖。而那些曾经围在他身边阿谀奉承的老同学们，也都在第一时间与他划清了界限。高远则在陈默的力邀之下，正式出任了新能源项目的 CEO。他用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勤恳踏实的作风，很快就让项目走上了正轨。至于那场同学会上的其他人，陈默没有再理会过。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破产，不是报复，而是让他们永远的活在那种曾经有机会巴结，却亲手葬送的无尽的悔恨和恐惧之中。1年后，陈默的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敲钟的那天，他没有穿西装，依旧是一身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他的身边站着高远和一群同样年轻、同样充满了朝气的团队成员。闪光灯下，他笑得云淡风轻。晚上庆功宴结束后，他没有去参加任何狂欢派对，而是独自一人开着那辆他始终没有换掉的破旧的捷达车，来到了江边。他靠在车头，点上了一根烟，江风吹过他的脸颊，带着一丝凉意。他想起了1年前那个同样落魄的坐在车里准备去参加鸿门宴的自己。他笑了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爸妈，是我，公司上市了，我准备回家看看。挂了电话，他抬头看着满天的繁星，他知道那个曾经击倒他的世界已经被他重新踩在了脚下，而他的人生也终于在完成了这场酣畅淋漓的对过去的复仇之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的开始。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